许七安因为打伤同门一事被魏渊判了腰斩，尽管知道这是死刑，但也不会真的让主角就这磨死了，毕竟后面的剧情还是要靠主角来推动。可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挽救，正巧这个时候神庙突然发生爆炸，镇压在水底的手臂冲出云霄，飞了出去。袁景帝下令尽快找出真凶，但是迟迟找不到线索。而此时怀庆、林安等人都来找袁景帝求情，期间林安透露出许七安会断案的本事，顿时袁景帝有了兴致，于是下令让许七安负责查清这件案子的始末，在规定期限内找到真凶。不仅如此，袁景帝还给了他一块金牌，可惜在皇宫内畅通无阻。这下许七安不仅没事，反而还升了官，但发现案子并不是那么好查的，期间还发现涉及的势力颇为广泛，此案子简直非同小觑。新的剧情中可以说是既搞笑又精彩，搞笑的自然是临安公主的身份终于曝光了。许七安本来因为重创了朱成柱被判了腰斩，但是因为渊帮忙，袁景帝下旨，这才得以戴罪立功。而就在许七安准备入宫找怀庆公主让她看法器的资讯的时候，却发现了自己一直以为的怀庆公主竟然是临安，而真正的怀庆故意让许七安当着所有人的面出糗。可以说这一幕实在是令人忍不住捧腹大笑。而此外精彩的地方则是许七安的护道人以及最大敌人出场了，也因此引出了许七安喜提一剑一龙一神。首先许七安的护道人其实就是在桑帛之下封印的那右手的本体，这右手十分的邪异，由镇国剑封印着，而它的主人可是大有来头。桑帛之下的那一只右手的主人叫神书，乃是天域国佛陀的灵魂注入死去的修罗王体内诞生出来的特殊存在，拥有佛陀和修罗王的一部分记忆，而且他的妻子乃是昔日的万妖女皇，乃是一尊超品级别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拥有强大可怕的实力，只可惜甲子当妖，这位被击杀之后分尸镇压，就连佛陀都无法把他彻底灭杀。而后来许七安就是因为他的女儿九尾天狐以及监正这位天道化身的安排之下，成功等等一步步集齐了神书的残躯，神书也逐渐的恢复。虽然和巅峰时期的他还是无法相提并论，但已经足以成为许七安的护道人了。比如说许七安大战镇北王的时候，还有弑君之战中，都是神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于许七安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别人，正是此前出现的那个带着恒远的师弟恒慧的黑衣人。他其实不是别人，正是许七安的亲爹许屏风。这位为了能够踏入一品境，不择手段，假死瞒天过海，甚至窃取大凤国运，也就是监正说的19年前的那个小偷。他把气运藏在了许七安的体内，就是为了能够在将来杀了许七安夺取气运。所以税银案以及桑帛案都是他想要杀许七安而动的手脚，而许七安也因此将要得到一剑一龙一神。这一神自然就是半部武神境的神书了。虽然神书如今没有彻底恢复，但是我们从恒慧得到了一只右臂，直接吊打金莲道场和楚元枕就看得出来，许七安得到之后有多么强横可怕。即便是无法匹敌那些一品强者，起码4品、3品他都不用虚的了。那一剑指的是镇国神剑，没错，这柄大凤开国高祖的佩剑，传闻此剑乃是神龟赠送，能够镇压大凤气运，而且它能够主动锁定敌人，发出的攻击十分强大。此剑的确不愧是神剑之名，而此剑只有皇室血统才能执掌。许七安之所以能够拥有，是因为许七安的体内流淌的是500年前的大凤嫡系血脉，他的母亲才是大凤嫡系。袁景帝和怀庆、临安只是旁支，许七安和他们500年前是一家。至于一龙则是灵龙，这只龙乃是中州独有的灵兽，通体雪白，背生双翼，体长3米，腹生利爪。新的剧情中它出现过，性格温顺，相传是古时候人皇的水中坐骑，自带望气术，喜食人间紫气，拥有它就代表着是人族正统，所以袁景帝或者说真德帝才会无比的看重。而这只龙被许七安给打服了，后来成为了许七安的坐骑，加上许七安有国运又是皇室血脉，他才会乖乖听话。灵龙从水底逃了出来，性情暴怒，这种情况是皇室的人从没有见过的，毕竟以前灵龙温顺，从不伤人，可这次灵龙性情大变，但是到了许七安面前又变得温顺了，很听许七安的话，像是要认他当主人。在许七安和临安游走在皇城谈起平阳郡主之际，湖底的玲珑却突然不淡定了，他不愿意亲近皇子，反而企图逃出皇城找许七安。那么为什么玲珑如此亲近许七安呢？其实这和许七安隐藏身份有关。他原本是大凤皇室嫡出的后人，是乾隆城主姬白琴和2品强者许屏风的儿子。
当年许屏风偷到了大凤一半的气运，将其注入儿子许七安的体内，而玲珑恰好是嗅到了许七安身上的大凤气运，才会想要逃出皇城去找许七安。或许在玲珑看来，只有许七安身边才是安全的。要知道，如今皇城内的皇帝根本就不是元景帝，而是真德帝。他夺舍了自己的儿子，成为了现在的皇帝。可皇室上下却只有怀庆长公主和监正知道这个秘密。在得知真相以后，怀庆一直在暗暗变强，只为了有一天能改变大凤的国运。这也是皇帝不喜欢他，反而喜欢傻白甜临安的原因。在皇帝眼中，怀庆的野心太大，不好驾驭，以至于他对临安有着特殊的宠爱。直到临安手持血书殿前状告兵部侍郎许七安在周百户身上猜到有病除气息的法器后，临安便告知他关于平阳郡主失踪前的一切。原来平阳郡主因不满皇室联姻，向往自由，与恒惠和尚逃婚。恒惠偷了庙中的琉璃盏，可病除气息。周百户在桑伯案中靠此躲过楚采薇的望气术。但平阳郡主离开皇城后，并未获得幸福。他本想找人做假身份，却遭兵部侍郎之子张毅和平远伯嫡子暗算，在京中勋贵关系破裂时成了牺牲品。他逃离城外后被下迷药，恒惠为保护他率先死去。平阳郡主为保清白，吞掉和临安的姐妹簪自杀，尸体被埋在城外树下。直到许七安通过恒远看到恒惠的记忆后，才找到尸体。临安为其殿前血书沉冤，最终兵部侍郎父子被判腰斩，平阳的冤屈得以肃清。为什么皇室玲珑一定要认许七安为主人呢？灵妖玲珑是皇室的灵宠。首先来了解一下玲珑。在原著中提到，玲珑是不接触普通人的，它是大凤一种独有的灵兽，性格温顺，是古时候人皇的水中坐骑。另外，玲珑喜欢吸食人间紫气，被历朝历代的皇室养在宫中，有紫气东来，人间正统的寓意。玲珑虽然性格温顺，而且自带望气术，但是如果普通人接近它，仍然会遭到攻击，所以玲珑只喜欢与皇子公主玩到一起。02许七安有半数国运，是正统皇室后裔的儿子。既然如此，为什么玲珑会臣服于许七安呢？这就不得不提及许七安的身世了。许七安的身世比较复杂，他的父亲是许屏风，是当代监正座下大弟子，他的母亲是姬白晴，是500年前大凤正统皇室后裔。这也就意味着许七安身上流着他们的血，作为他们的后代，自然也是皇室正统。不仅如此，许七安出生后，许屏风就把大凤王朝的半数气运注入到了许七安身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七安的运气那么好，一直能捡到钱。03感应到元景帝的邪恶，想要寻求新的庇护。玲珑为什么想要逃跑，自然跟元景帝有关。元景帝一心修炼长生之术，大凤只是他的一个工具罢了，他早就不管大凤的气运如何了。不仅如此，为求长生，暗中掳走大凤子民吸食精气，还不惜亲手散掉大凤王朝气运。玲珑感应到了元景帝的邪恶，怕自己遇到威胁，所以要逃跑，寻求新的庇护。他的望气术找到了许七安，发现他的身上不仅有正统皇室血脉，还有大凤的半数气运，还有被他的正义所折服，所以要让许七安成为他的主人。许七安即将喜提一件一龙一神，可以说装备、坐骑以及护道人都齐了。许七安也即将风生水起，靠着低微的实力一路上高歌猛进。而且许七安拥有过半的国运，却没有登上帝位，根本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切其实是监正在背后布局，让许七安得到这一切，就是为了让许七安这个大凤嫡系血脉之人最后登上皇位，让他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源，将来能够成为绝世武神。然而许七安却放弃了争夺皇位。其实如果许七安愿意，完全可以坐那个位置的，而且机会很多。比如说后面的弑君之战，许七安弑君成功，杀害了被真德帝取代的元景帝，但是他还是让太子登基。他有国运，有监正，又是皇室血脉之一，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的，但是他没有。还有后面他扶持怀庆登基，直接把永兴帝给拉下皇位，让怀庆成了皇帝。亦或者是后面许七安和怀庆双修，也是有机会做皇位的，但许七安还是没有。原因就是许七安不愿意，他清楚坐上那个位置，再也不能做那个喊着耳时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少年了。虽然许七安和监正的设想有偏差，但是无疑的，许七安最后还是得到了成为武神的全部条件，踏上那天下第一的位置。在权力上他不是天下第一，可在实力上他斩杀超品易如反掌，他成就武神。